告别超导乌龙 LK99啊，又有新消息了啊！我们说科学的进步啊，往往它不是一条笔直的这种康庄大道啊，更像是呢在未知的旷野中的这种探索，它充满了曲折、意外，甚至是美丽的误会啊。在材料科学领域啊，室温差压超导啊，无疑是无数科学家梦寐以求的这种圣杯。来想象一下啊，一种材料，电流呢在其中可以流淌，没有任何损耗。强大的磁场呢被它轻盈地排斥在外，这就是超导体的两大特征，是吧？零电阻和完全抗磁性，就是麦斯纳效应。如果能把这种神奇的现象从接近绝对零度的环境下解放出来，带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哇，那将掀起一场席卷能源、交通、计算和医疗所有领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所以正因为如此啊，在2023年夏天啊，来自韩国研究团队的声称，他们发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室温差压超导体 LK99的时候啊，全球的科学界和公众啊都为之沸腾。然而呢，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喧嚣的、开放的、全球性的科学验证啊，这么一个复现的浪潮。遗憾的是呢，经过几个月的这种紧张的复现啊，主流科学界呢并没有证实它的超导性，所以当时的这个狂热阶段冷却之后呢，LK99也或多或少的被贴上了乌龙事件的这么一个标签。但是啊，故事呢并没有如此结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尽管主流超导研究者们已经悄然的翻篇了啊，但是仍然有一批研究者，特别是来自中国和韩国的团队以及广大的科学爱好者啊，对它是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兴趣。哎，他们发现啊，抛开这个超导不谈，LK99本身也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这个奇异的物理特性，本身呢就是一座值得探索的宝库啊。英雄所见略同啊，实际上不光韩国和中国的研究者，今天啊我们就深度剖析的这篇呢是2025年7月刚刚发表在晶体期刊论文上的，叫多重斯莱特行列式与强自旋涨落作为电子和空穴掺杂的铜掺杂强联辉石的电子结构的关键成分。很拗口很长啊，恰好呢是为这种后 LK99时代探索做了一个总结，它提供了坚实的这种物理的基石，告诉我们呢，即使没有找到通往圣杯的这种捷径，但是他们在途中啊还会发现了一些奇异的花园，同样好看啊。那这篇论文的核心目标啊，就是采用了一种远比传统理论更为先进和精确的理论武器，来揭示 LK99和它在被掺杂后真实的电子结构。这把武器呢，就是准粒子自洽的方法 QSGW 啊。我们要理解 QSGW 啊，它为什么如此强大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做衣服的这个定制西装的这么一个比喻啊，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密度发汗理论就 DFT 啊，用的最多的，就像去买一件成衣西装，对于标准身材的人来说啊，比如像我这样的略微有个啤酒肚的，对于这种中年油腻男，这是标准身材，那成衣也相当合身，是吧？那对于身材特殊的人啊，你比如说你再肥一点，那就不行了，成衣就会显得漏洞百出，是吧？预测结果呢也就自然不准了。而 QSGW 方法呢，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这种高级裁缝在为你量身定制啊。那这位裁缝啊，他不会说只测量一次，而是会进行一个自洽的迭代过程。他先初步测量，做出一版样衣让你穿上，然后再根据样衣的贴合情况，进行第二次更精确的测量和修改，再试穿，再测量，再修改，如此反复，直到西装的每一个细节都和你的身材是完美贴合。有钱了你也可以这么干啊！所以 QSGW 就是通过这种不断的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迭代计算，来寻找能最精确的描述复杂材料电子结构的最佳方案。更重要的是呢，这种方法是无参数、无偏见的，所以它就计算出的能带结构能够更好的对应真实的物理激发能力，从而呢就给 LK99的真实面貌提供了一种可能。那借助这把利器研究者得出了几个颠覆性但与实验观察高度一致的这么个结论：纯净的 LK99是绝缘体，不是超导体。
计算结果表明啊，纯净的 LK99是一种具有超过3电子伏特的宽带系的特殊绝缘体啊。这和后来实验啊这个合成出的高纯度 LK99单晶是光学透明的这个绝缘体，这个观察结果是相吻合的。那真正的宝藏呢，在于掺杂啊。论文指出啊，当对这个绝缘体进行电子或者空穴掺杂后啊，它的物理性质就会发生奇异的变化。那么掺杂后的 LK99啊，无法用单一的固定的能带图来描述，它的真实基态呢，是一种需要用多重斯莱特行列式理论才能理解的这种复杂的量子混合态。第二个是强烈的这种自旋相互作用啊，这种复杂的根源呢，在于体系内部啊出现了多种能量极其接近的磁性解决方案，就直接指向了材料内部啊存在着强自旋涨落啊。总而言之吧，就这篇论文呢，把 LK99的研究范式从它是不是超导体，成功的转移到了它为什么是如此奇特的量子材料。那为理解这个体系内的一些内在的物理机制啊，就奠定了一些理论基础。那这篇论文的作者团队啊，来自英美两国顶尖研究机构的理论和实验物理学家组成，他们的专业背景啊，为这项工作呢，可以说提供了强大的信誉背书。团队的成员啊，包括来自伦敦国王学院的 Dimitar Pashov， 来自英国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的 Swagata Acharya、Stephen Laney 和 Mark von Schufganda，以及来自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知名实验物理学家 Daniel S. Disson。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团队啊，在计算凝聚态物理领域是深耕多年。其中像 Mark von Schufganda 教授呢，就是他所使用的核心理论工具就 QSGW 方法的提出者之一。所以理论专家的这种深度预算、深度的这个计算啊，和实验学家的这种宏观角度相结合，就确保了实验的这种严谨性和理论的可靠性。这篇论文啊，可以说是分析是层层递进啊。我们跟着作者的思路啊，来一步一步拨开 LK99的这个神秘面纱啊，以理解它的奇异物理性质到底来自什么地方。那在物理学中啊，预测一种材料是导体还是绝缘体，通常都依赖于能带理论。但是早期的研究者们发现呀，当他们把 LK99的数据输入标准的能带理论模型，比如 DFT 的时候呢，得出的结论是一团乱麻啊，有的认为是金属啊，有的认为是绝缘体。所以这篇论文就首先揭示了问题的根源。LK99啊是一个强关联的电子体系，它就打破了传统理论的简单假设。这种强关联的背后啊，是 LK99的一个标志性电子结构，就是平带啊 ，flat bands。我们说呀，在电子的能量速度关系图上啊，普通材料的能带通常都是倾斜的曲线啊，意味着电子速度越快，能量越高。而 LK99中啊，同原子贡献的低轨道啊，它形成了一个几乎水平的平带。这个平带就意味着呢，身处其中的电子啊，极其的懒惰和沉重，它们的能量啊和自身的速度几乎无关，它的动能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一场激烈的球赛中，如果所有的球员都原地不动，动能为零，那么他们之间的这个推搡、互动、相互作用能力啊，就成了决定比赛走向的唯一因素。LK99的情况呢就是这样，电子的动能被压制，使得它们之间的微小的相互作用力都被急剧放大，那从而就主导了材料啊它的这个全部性质。因为标准的 DFT 理论呢，恰恰它不擅长处理这种被放大的相互作用，所以才会得出矛盾的结论。所以在换上了更强大的这个 QSGW 理论工具之后啊，纯净的 LK99的真实身份终于水落石出了，它是一个带系超过3电子伏特的莫特绝缘体。那么这个理论啊，一举就解决了2个核心问题。首先呢，它解释了 LK99为什么是绝缘体，它不是普通的绝缘体，而是呢一个莫特绝缘体。这个概念啊，我们可以通过交通堵塞这个比喻来理解啊。根据比如简单的理论嘛，LK99里边铜原子，它的外层电子壳层啊，并没有填满有地方的啊，就像一条
只走了一半车的这个高速公路，按理说它应该畅通无阻，成为导体。然而啊，强关联效应改变了这一切。这些电子之间呢，它存在着强大的静电排斥力，它们极度的讨厌彼此靠近。结果呢，每个电子都被周边的同伴呢牢牢的给别住了，卡在原地就动弹不得，就形成了一个微观世界的大堵车，是吧？一个本来该导电的系统，就这样因为电子间的这个射孔而被堵成了绝缘体。所以论文指出啊，这个只有呢在计算中充分考虑了电子的自旋相互作用，这个能系才能被正确的打开。其次呢，就是 LK99 为什么是透明的？3电子伏特呀是一个相当大的能量差啊，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道这个很高的这个能量壁垒啊。我们平常所见的可见光啊，它携带的能量啊大概是 1.8 到 3.1 电子伏特，大部分都低于这道3电子伏特的壁垒，所以当光线啊照射到 LK99 上的时候呢，光子啊是没有足够的力量把电子踢过这道壁垒的，因此就无法被吸收，只能直接穿过材料，这就使得材料本身就呈现出了透明的特性。这和实验上啊我们说这个看到的这个光学透明这个单晶这个实验结果呢是高度一致的。那如果说这个 LK99 纯净的 LK99 是一个被锁死的这个静态系统呢，那么对它进行掺杂，就是向其中呢加入或者拿走一些电子，就像唤醒了这头沉睡的巨兽。那论文最核心最惊人的发现就在这儿啊。那么作者发现啊，无论是拿走电子啊，就是空穴掺杂，还是加入电子电子掺杂，这个系统啊都会变成一个极其复杂的量子态。那最不可思议的表现是什么？它会同时体现出2种能量极其接近、可以稳定存在的磁性解决方案，就是高自旋磁矩和低自旋磁矩。这就像一个什么呢？突然拥有了2种可以随时切换的这种人格面具一样，每一个人格呢都对应着一种不同的内部磁性排列方式，但是它们的外在能量几乎没有差别啊。那么在空穴掺杂的情况下，系统可以稳定在净磁矩是 0.5 这个波尔磁矩的这么一个波尔磁子的这么一个低矩态，也可以稳定在 1.5 波尔磁子的这么一个高矩态。所以这种现象在已知的材料中是非常罕见的，它就直接指向了 LK99 背后更深层次的物理现象。所以面对这2种并存的人格物理学呢就给出了一个更令人着迷的解释，这就是这个论文标题的精髓所在。这种现象就意味着呢，我们再也无法用一个简单的固定的电子排布方案来描述掺杂后的 LK99。在量子力学中简述电子排布的方案被称为斯莱特行列式，我们可以通俗的理解成一张精确的座位表。对简单的材料，一张作业表就够了。那对于掺杂后的 LK99可能存在2种能量接近磁性的这种人格，所以没有任何一张固定的作业表能够完整的描述它，所以它的真实状态是2张甚至更多张的这个作业表的这个量子叠加，这就成为什么呢？叫多重斯莱特行列式基态。它是一种流动的多面的量子混合体，已经完全超越了我们现在传统能带理论的范畴。而这种多重人格它并存的状态必然会导致一种动态的混沌系统内部的电子自旋就像无数个微型的磁针，它们不再安分的指向某一个方向，而是在这几种不同的磁性排布方案之间剧烈的永不停歇的这种摇摆和翻转，所以这种永恒的动态的微观磁性风暴就是所谓的强自旋涨落正是这种由量子叠加效应引发的内在混沌呢，就构成了掺杂 LK99 这种新奇物理性质的核心，也就是让它成为研究强关联物理的理想模型。那我们下边可以看一下这个论文中的图片一些关键的图片那么我们看一下，那么这个图片这个图片呢就是很经典的 LK99 的演化的史诗级的比较
这张图可以说是这个论文里边的灵魂啊，它用3幅比较简洁的示意图，可以说诗意的描绘了 LK96材料体系里边的演化过程啊，从左到右啊，我们看到呢是一个可以用简单理论描述的这个带绝缘体啊，演变成一个需要考虑自旋才能打开能系的这个莫特绝缘体。那到最后呢，抻杂之后呢，就蜕变成具有这种多重简并解、无法用单一画卷描绘的这种复杂抻杂的莫特绝缘体。所以这张图啊是全文核心思想的一个入口啊。那这个图呢，就是图2啊 ，Figure 2，就是先进理论的这个照妖镜啊。这张图呢，就是说直观的就对比了先进的这个 QSGW 方法，就图 A 和 B 和传统的 DFT 方法图 C 它的计算结果比较。那么在 QSGW 图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能系而且导带底部那些关键的平带都呈现出纯粹的这个红色，代表它几乎完全来自于铜原子啊。而在 DFT 图中啊，带系呢是几乎消失了导带呢也呈现出混杂的这种黄绿色，所以呢，这面照妖镜呢就清晰的展示了为什么采用更高级的理论才能看清 LK99的这个真实面目。下面还有几张图啊，图4和图5。那么这就是所谓双重人格的这个照妖镜。那这2张图呢，分别展示了空穴掺杂和电子掺杂它之后的这个能带结构而且每张图呢都包含了 A 和 B 2个子图。那么它们就对应着低自旋和高自旋2种解决方案。这2张图看起来非常相近但是细节还是有不同的，就分别对应着系统可以稳定的存在2种不同的人格就是论文声称发现多个稳定解最直接、最硬核的这个证据所以在回顾 LK99从引爆全球到争议平息，再到如今迎来了深度理论剖析的这个历程我们就好像看见了一个科学探索的这种跌宕起伏的过程。那这篇来自 Poshoff Akea 他这些人的论文他是以比较详实的计算，给这段喧嚣的历史呢写下了一个冷静而且深刻的注脚。所以这项研究的结论就清晰而且深刻的告诉我们呢 ，LK99不是当初我们所期望的那个一步登天的室温超导体，而是一个远比普通超导体更具有研究价值的独特的强关联电子体系。所以它独特的这个千里眼的这个骨架结构与掺入的这个铜原子之间发生的这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就创造了一个在传统铜氧化物这些明星材料中都没有见过的这个物理现象的这个组合。所以这个理论也完美的给我们诠释了后 LK99时代科研焦点的这个分化对于目标明确致力于寻找实用超导材料的这个主流研究者来说那既然他们最初的目标已经被证伪了那么及时止损是吧？转向其他更有希望的路径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但是对于另外一批以探索未知理解自然基本规律为己任的研究者这些广大的科学爱好者来也说这篇论文可以说是一剂强心针他用最前沿的这种理论，最强大的这个武器，科学的证实了他们当初的直觉，这种材料确实是有大名堂，即使不是超导这个在过去的视频里边我做过几百期的这个论文的这个学习论文这个视频，我都在最后说这个材料是打开了一扇窗户，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注脚。所以论文里边阐述了那些奇异的特性包括极频的能带从带绝缘体到这个莫特绝缘体的转变抻杂后涌现的这种多重量子态和强烈的这个自旋涨落，正是这些真正的新奇的物理现象就点燃了持续至今的这种探索热情给无数的这个 arXiv 网站上的后续研究就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现在其实在国内的 LK99的这个研究的这个讨论群里边还是很热烈的就是也让那些看似比较民间的探索和严谨的这种科学前沿就产生了共鸣。应该说LK99的贡献
不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最终方案，而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足够复杂和深刻的这个好问题。哎，它就像什么呢？像一块粗的这个坯子啊，你还没有这个雕刻成传说中的好看的圣杯，但是呢，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我又老调重弹了，让我们窥见了这种量子世界多体相互作用那种更加美丽的、更加深邃的这种风貌和风景啊。所以 RQ99 的故事呢，将来会作为强关联物理领域一个经典的教学方案，长久的被讨论。也许在几十年之后我们的孙子、重孙子辈学物理教材的时候，他看到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讨论。所以 RQ99 呢，它教会了我们呢，不仅是关于材料本身的这个知识，更是关于什么呢？科学发展的这种曲折、开放和无限可能。只要你参与其中都会有所感受的，好吧？这就是今天关于 RQ99 的一篇新的论文的学习，谢谢大家收看。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次再见，拜拜。